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，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Katrina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那就是迷信。你是一个迷信的人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前，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迷信。我自己觉得迷信就是一个人他会去相信没有科学根据的事情，没有逻辑的事情，然后相信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，改变他们的人生跟运气。这种人呢，我觉得是迷信。我们举一个生活的例子，比方说拜拜好了，你们都知道华人包括台湾都有这个拜拜的文化，那但是每一个拜拜的人都是迷信的人吗？我自己觉得不一定。如果你去拜拜是因为你尊重台湾的文化，你尊重华人的文化，然后你觉得做这件事情拜拜是尊重你的文化，尊重你的祖先，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那不是迷信。像我自己呢，我也拜拜，就是因为如果我看我妈妈拜拜，然后我觉得我跟着我妈妈一起做的话，会让我妈妈觉得很开心。而且我觉得如果跟着我妈妈做这件事情，也等于是尊重我的妈妈，尊重她的文化背景和习俗。但是有一些人呢，他们不是这样，他们相信拜拜可以让他们赚大钱，不用努力，不太需要工作，就可以有很好的运气，赚很多钱，或者是不需要去看医生就能够身体健康。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态度去拜拜，去拜神明，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迷信的人。另外一个问题，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台湾人迷信吗？我自己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，都有一点迷信。我先说老人好了，以我妈妈为例，就是以我妈妈当例子。我妈妈呢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呢，她是那一种在某一些特别的日子、特别的时间，她一定要拜拜。如果不拜拜呢，她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，而且她会觉得神明不会保佑她。除此之外呢，跟一般的老人一样，我妈妈也非常相信面相、算命、风水、八字还有星座。我妈妈几乎什么都相信，她非常相信只要看一个人的脸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没有钱，他的个性怎么样，还有他的命运怎么样。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，我问我妈妈，我的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？你们是怎么给我取中文名字的？然后我爸妈就告诉我说，小时候他们有把我带去给一个算命师算命，然后呢，这个算命师说我的中文名字笔画，就是中文字名字的笔画一定要是32画，如果没有一共32画，我的运气就会不好，我这个人的一生就不会有好的运气。然后呢，这个算命师就给我爸妈几个中文的汉字，告诉他说这些汉字都可以选择变成我的名字。所以我的中文名字不是我爸爸妈妈选择的，不是我爸爸妈妈喜欢的，是他们去问算命师以后，算命师告诉他们一定要选那几个字才可以有32画，我才会有好的运气。所以我爸爸妈妈呢就选择了算命师给他们的汉字。我自己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蛮迷信的事情，因为没有科学根据跟逻辑，一个人名字的笔画怎么可能跟他的个性、跟他的未来、跟他的命运有关系呢？但是你以为在台湾只有老人家才迷信吗？那你就错了。在台湾，连年轻人都很迷信。你知道年轻人迷什么吗？
在我20几岁的时候，很流行星座。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在去上班以前，或者是一天开始以前，他们都要看星座运势分析，然后呢，让星座大师、星座老师告诉他们的星座今天应该要吃什么、做什么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。是不是很夸张？我自己的话呢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虽然我也会看星座，但是呢，我不完全相信星座。我知道大部分的台湾人都很喜欢聊星座，有一些人非常相信星座，所以呢，其实聊星座可以说是很多台湾人在跟朋友聊天，或者是在认识朋友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比方说，你刚认识一个台湾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听到台湾人问你：你是什么星座的？如果你的个性刚好符合你的星座，那你的朋友呢就会说：哦，原来你是什么什么星座的，难怪你会这么什么什么。或者是有一些台湾人会说啊，我就是什么星座的啦，所以我非常怎么样怎么样。比方说一个处女座的人，他就会告诉你说，我就是处女座的，所以我很要求完美。或者是他就是金牛座的，所以他很小气节俭。如果你住在台湾够久，或者是你有够多的台湾朋友，你一定会常常听到台湾人这样说。像我妈妈就常说，你呀就是狮子座的，所以呢你的个性才那么火爆，你才那么没有耐心。这是我常常听到我妈对我说的话。然后我记得呢，有好几次我妈妈都问我，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星座的？然后呢，只要我告诉我妈我的男朋友是什么星座，我妈妈立马就会翻那个星座的书去研究我男朋友的个性，然后告诉我的男朋友个性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就觉得超级荒谬，因为我妈妈呢连看都没有看过我男朋友，她就只知道他的星座而已，就讲的她好像已经认识我男朋友很久的样子。我真的觉得很夸张，但是因为她是我妈，所以只要她做的不过分，我都尊重她。除了星座以外，很多台湾人也相信塔罗算命。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因为非常相信塔罗算命而去学怎么算塔罗，然后他的目标呢就是成为一位塔罗牌的老师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因为实在是太好奇了，因为有一阵子塔罗牌真的很红，所以我实在是非常好奇，我就请我的朋友教我算塔罗。我想要学习怎么算塔罗，是因为我想要知道，我想要了解这个塔罗牌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塔罗牌可以帮人算命，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未来，一个人的过去、现在，还有他的问题？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我学完塔罗了以后，我发现塔罗牌其实就是看图说故事。每一张塔罗的牌都有一个图，然后塔罗牌的老师就会根据每一张牌的图给别人建议、指引跟方向。我自己觉得塔罗算命基本上就是看图说故事，没有什么逻辑，也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。但是我的朋友却很相信宇宙的能量能够让一个人抽出适合他的牌，然后塔罗老师就根据那一张牌解释他的命运，给他指引，给他方向。这个就是宇宙的力量。OK， 好，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一些啦。我最近也常常听到非常相信算命的朋友会告诉我说，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。我自己觉得这是屁话。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，
不代表以后科学就没有办法解释。现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科学的事情是以前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，我们可以用科学去解释以前我们不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，未来可能有机会科学可以解释我们现在没办法解释的事情。我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像绕口令？希望你们听得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、没有办法解答的事情，不代表它就是什么玄学，或者是跟神明、跟鬼神有关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一个人他要不要去算命，他相不相信算命，他相不相信鬼神之说或者是玄学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他利用所谓的玄学或者是鬼神的力量、宇宙的力量，透过这一些事情来赚钱，甚至骗钱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诈骗，这个就不是所谓的迷信或不迷信那么简单而已了。基本上我觉得宗教或者是算命或迷信这件事情，在台湾可以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吧，因为有些人非常相信，也有一些人非常不相信。当非常相信的人跟非常不相信的人在一起，他们谈到科学、谈到算命、谈到迷信、谈到玄学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吵架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当我还不太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告诉新的朋友我是一个不相信算命的人，我是一个不相信塔罗、不相信星座、不相信任何玄学的事情。因为或许我的新朋友他们非常相信，所以当你在认识一个新朋友台湾人以前呢，你先不要表明你的立场，你先不要说你相不相信，先看对方他是相信还是不相信，他是有兴趣这个话题还是没有兴趣，然后你再说你的立场，或者是决定你要说什么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那也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你们的想法，还有你们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或者是在你们的国家有什么很迷信的事情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